你的显卡只是用来打游戏吗？那你正在把一座金矿当成玩具。各位观众，2026年房地产已经过时了。真正的包租公不需要土地，不需要权状，只需要插座。今天这集我不讲虚无缥缈的 AI 技术，我要教你如何从付费的数位农奴翻身成为收租的算力地主。这是一堂价值千万的资产重组课。听不懂的人注定是 AI 的燃料，看懂的人才是未来的主人。第13集算力地产。1870年，约翰·洛克菲勒站在克利夫兰的炼油厂前，他做了一个震惊世界的决定：他停止购买有井转，而疯狂收购输油管和铁路。各位观众，你知道为什么吗？因为洛克菲勒看透了商业的本质。挖油的人是在赌博赌地下有没有黑金，但控制管道的人是在收税。不管你挖到油还是挖到水，都要经过我的管子，都要留下买路财。洛克菲勒控制了流动，就控制了整个工业时代的血液。150年后的今天，新的血液出现了。它看不见摸不住，但它流动在每一条光纤每一颗晶片里。这就是算力 compute。 镜头飞越巨大的资料中心，无数的数据风暴像高速公路上的车流。今天我们不谈技术，我们谈管道的控制权。在这个 AI 吞噬一切的时代，谁是新的洛克菲勒？是黄仁勋，是山姆奥特曼，还是荧幕前的你？更重要的是，我们普通人还有机会在这条管道上插一根吸管吗？第一幕，摩尔定律的死亡。要理解为什么算力会变成地产，我们先要讲一个坏消息：统治电脑界50年的摩尔定律已经死了。过去每18个月，晶片性能翻倍，价格减半的好日子结束了。物理学撞到了墙角。现在要提升一点点 CPU 性能成本是指数级上升。但是另一个定律崛起了，叫做黄氏定律。NVIDIA 的黄仁勋告诉我们 ，GPU 的推理性能将会逐年翻倍。为什么？因为 AI 不需要精密的通用计算，它需要的是暴力美学，它需要的是成千上万个小核心同时进行矩阵运算。这意味着人类的运算架构正在发生地壳变动，从 CPU 主导的逻辑时代进入了 GPU 主导的概率时代。这场变动产生了巨大的算力缺口，缺口大到连台积电的产能都填不满。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一张高阶显卡比黄金还难买，因为它是新世界的铲子，是通往未来的门票。第二幕，需求的无底洞。这时候有人会反驳，赖哥产能总会跟上的。等明年大家都买得起显卡了，算力是不是就不值钱了？这个观点听起来很合理，但错得离谱。因为经济学上有个著名的杰文斯悖论。杰文斯悖论指出，当技术进步、提高资源效率、成本降低时，人类并不会减少使用，反而会因为便宜而更疯狂的消耗。没错，举个最简单的例子，当4G 网络让流量变便宜了，我们省流量了吗？没有，我们开始疯狂看影片、刷抖音，流量消耗反而暴增了1万倍。算力也是一样，现在生成一张图要1块钱，你会省着用。未来如果成本降到1厘钱，你会怎么用？你不会只生成一张，你会生成1万张，然后让 AI 从里面挑一张最好的。甚至未来的电影不是拍出来的，是每一帧每一秒及时算出来的。未来的游戏 NPC 不是写好脚本的，是每一个都在即时运算他的爱恨情仇。甚至你的冰箱、你的马桶都在跑一个小型的 AI 模型。这意味着这是一个需求永远大于供给的市场。算力将成为像电力一样的基础能源。当智能的成本趋近于零，对智能的需求就会趋近无限。第三幕，中心化的极限。既然算力这么赚钱，巨头们为什么不自己全包了？为什么 Google 和微软不盖一个超级大的机房统治世界？因为他们遇到了一堵墙，一堵物理学的高墙。这堵墙叫做光速延迟 latency。现在的 AI 运算模式是你发送请求讯号传到美国运算再传回来，这中间有几百毫秒的延迟。这对于 ChatGPT 聊聊天没问题，
但对于未来的应用场景，这是致命的。想象一下一辆在台北街头行驶的自动驾驶汽车，看到路边冲出一个小孩，他需要在1毫秒内决定刹车。如果他还要把影像传回加州的伺服器运算，那辆车子早就撞上去了。没错，还有你的 AR 眼镜，你的工业机器人，他们需要的是及时的反应。这就是边缘运算 Edge Computing 崛起的理由。未来的算力不能只集中在沙漠里的超大机房，它必须下放，它必须存在于你家隔壁的便利商店，存在于路边的基地台，甚至存在于你客厅角落的那台电脑里。这就是散户的机会。Google 不可能在你家设躯干机房，但你可以。当你把闲置的算力贡献出来，就解决了 AI 最后一里路的问题。你提供的不是运算效率，是时间的价值。第4幕，数位农奴的经济学。在讲怎么赚钱之前，我们先看看为什么我们现在这么穷。为什么我们越努力，工作资产却离我们越远？因为我们的身份错了。在封建时代，农奴在领主的土地上耕作上缴粮食。在 Web 2时代，我们在祖克伯和马斯克的平台上创作。我们发文点赞上传照片，我们生产了数据。这些数据就是 AI 时代的粮食。我们免费上缴了这些粮食，喂养了他们的 AI 模型。然后这个变聪明的 AI 反过来抢走我们的工作。这还不是最惨的，最惨的是我们还要付钱。这在经济学模型中被称为双向剥削。用户既是免费的数据劳工供给端，又是付费的订阅者需求端。所有的超额利润都流向了金字塔顶端拥有 GPU 的人。这是一个完美的闭环，但对我们来说是绝望的闭环。如果不改变资产结构， AI 越强你会越穷，因为生产力提升的红利跟你无关，你只是燃料。要打破这个循环，唯一的办法就是不要只当用户，要当股东；不要只当司机，要拥有车队。你要从数据的提供者变成算力的拥有者。第5幕，算力地产的商业模型。这就是 Web 3和 DePIN 去中心化实体机储设施登场的时刻。什么是算力地产？其实跟传统房地产的逻辑一模一样，只是标的物变了。传统房地产你买钢筋水泥的空间租给人类居住，算力地产你买稀基晶片的运算能力租给 AI 居住。你买一张 RTX 4090显卡大概6万台币，这就是你的一间数位小套房。你家里的光纤网络就是你的道路交通，你每个月缴的电费就是你的房屋维护税。让我们来算一笔残酷的账。目前台北市的套房价约1500万，月租金3万，扣掉成本，年化回报率大约是4%，回本周期需要40年以上。而如果你组建一台高阶算力工作站，成本约20万。如果接入成熟的渲染网络或推理网络，目前的年化回报率保守估计在30%到50%之间，回本周期大约是2到3年。你看懂了吗？这是10倍以上的利差。当然你会说显卡会折旧，房子会增值，这没错。但在一个高通膨高变动的时代，我们更在乎的是现金流。房子可能会因为政策打房而卖不掉，但算力是全球流动的硬通货。你的显卡这一秒在帮好莱坞渲染《阿凡达3》，下一秒在帮史丹佛大学计算癌症蛋白质折叠。它24小时都在帮你赚美金，它不会抱怨，也不会变成凶宅。第6幕，信任的机器。这时候，聪明的观众会问：赖狗怎么知道我出租的算力有没有被滥用？买家又怎么知道我的显卡是不是真的在工作？这就是区块链技术登场的时候了。DePIN 去中心化实体机储设施网络，它利用了一种叫做零知识证明的黑科技。简单说，这是一种数学方法。你的电脑可以在不泄露数据内容的情况下，证明我确实完成了这项工作。区块链充当了不可篡改的记账员，这解决了人与人之间最难的信任问题。这让全球100万台互不相识的电脑，可以瞬间组成一台超级电脑，对抗科技巨头的垄断。
这不是科幻小说，这是已经在链上运行的代码。第7幕散户的战场。但是请注意，投资也是有坑的，不是所有的算力生意我们都能做。AI 产业链主要分为2大块：训练和推理。所谓训练，就像是让一个天才儿童在图书馆里读完人类所有的书，这需要把几万张 H100 显卡串联在同一个超大机房里，透过超高速的光纤互联，需要极高的频宽。这是微软、Google 这种巨头的军备竞赛。散户别碰我们，玩不起。我们的机会在推理。所谓推理，就是这个天才儿童读完书了，毕业了，开始工作了。你问他问题，他回答你；你让他画图，他画给你。这重任务是可以被切碎的。例如，生成一张图片的任务，可以单独分配给位于台北的一张4090显卡完成；处理一段语音转文字的任务，可以分配给高雄的一台 Mac Studio 完成。这就是分散式计算的精髓。所以，当你在布局算力的产时，不要想着去造核子弹，要去想着怎么卖便当，服务那些长尾的碎片化的无所不在的 AI 应用需求，才是我们散户的王道。第8幕飞轮与死亡螺旋。讲了这么多梦想，我们来谈谈钱的风险。投资的 PIN 项目最怕遇到死亡螺旋，很多项目是靠发币来补贴矿工，如果没有真实的客户使用币价一跌，矿工就关机，矿工关机，网络就变慢，客户就更不想用，币价跌更凶，这就是死亡螺旋。所以，评估一个算力项目的核心指标，不是看它币价涨了多少，而是看它的外部收入有多少，有多少真实的企业愿意付美金来租用算力。没错，我们要找的是能产生正向飞轮的项目，真实需求带来真实收入，收入回购带币价上涨，吸引更多矿工，这才是健康的商业模式。如果你看不懂这一点，你就是在当接盘侠。第9幕机器对机器经济。最后，我要开个脑洞，讲讲未来的画面，这可能会颠覆你的金钱观。未来购买你算力的可能根本不是人类，而是 AI agent 人工智慧代理人。想象一下你的个人 AI 助理 Chloe， 他接到了你的指令，要帮你剪辑一段4K 影片。他分析了一下，发现你手机的算力不够快，于是他自动在去中心化网络上发布了一个需求。隔壁邻居老王，他的电脑闲置着，自动接到了这个单。05秒后，老王的电脑帮 Chloe 算好了影片特效。Chloe 自动从你的电子钱包里支付了0001个币给老王的钱包。这一切发生在毫秒之间，人类完全无感，没有合约，没有发票，没有银行转账的延迟。这就是 M2M economy 机器对机器的经济。在这个世界里，算力就是石油，货币就是润滑剂。机器与机器之间透过代币进行价值的即时交换，而你作为这台机器的拥有者，你就在睡梦中赚到了这个微小但源源不绝的利润。结语：成为庄家或者被收割。工业革命消灭了马车夫，但造就了司机。AI 革命会消灭很多白领工作，这是事实，但它同时会造就一个新的阶级——算力主。你不需要很懂代码，你不需要是工程师，你只需要懂得资产配置，把你的钱从会贬值的法币换成会生钱的算力设备，把你的身份从单纯的消费者转变为生产者。在2026年，最大的房地产商没有土地，他们只有插满显示卡的机柜和永不断电的网络。这张通往未来的船票现在还不算太贵，一张高阶显卡的钱可能就是你翻身的起点。问题是你看懂了吗？你敢上船吗？我是赖哥，我们在未来的算力节点上见。下周我们要探讨算力泛滥后的黑暗面。当生成一个虚拟的你，成本趋近于0，你的脸、你的声音、你的瞳孔都不再安全。在深伪技术 Deepfake 无孔不入的未来，我们该如何证明我是我？第14集透明人类，我们下周见。进化论。本节目内容仅供参考，不构成投资建议。
加密货币与实体节点投资具有高风险情景，慎评估。请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。留言告诉我你家有闲置的显卡吗？你想当数位房东还是数位租客？我们下次见。